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外交的上面的争执，到现在呢，其实都还在不断的堆叠，都还在升高。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钟声再度的批评高市早苗说你是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预制铺垫，像这样的氛围，并且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他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说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其实10年来他们的言语、他们的铺垫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看到他讲的非常的细，从2013年那个时候是安倍在当首相，他第一次发布国家安全保障的这个战略把台海纳入，然后到隔年的14年7月1号正式修改日本宪法的第9条和平条款，推动集体自卫权，然后到了在隔年的9月19号通过新安保法案正式用法律的形式行使集体自卫权。那我们再来看看到了2021年的7月，那个时候的副首相叫做麻生太郎，宣称呢中方如果武统台湾的话，会被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可以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这就是最近高市早苗在宣称的事情。然后到了2021年，那个时候安倍已经卸任了，他有讲这句话非常有名，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一直到了这个2022年12月，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准备计划3份的安保政策那中间有非常多的铺垫，到了2025年的10月底，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高市早苗在国会议员的答询提出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不收回必须讲他要周旋到底吗？我们看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出事这个美国智库有一个兵推，大家来参考看看，说如果日本卷入台湾的整个万一发生战事的话他们会受到很巨大的损害，日本的伤亡会达到4662人。那在日本，其实他们的政论节目像是 NHK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讨论。我们看到呢，包括自民党的说法是说对中国大陆的立场不会变，可是反对派更加码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撤回相关的言论。那我们看到呢非常吊诡或者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现象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高达了75%，比起上一次的民调还增加了1%，连续2个月突破70%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分析就是年轻的选民力挺因为他们认为高市硬起来某种程度对中强硬所以年轻的选民这个给他很高的评价。可是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官方发布高市早苗的外交的一些画面就有一些我们看到这是北京日报就说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很轻浮只为了刷这个存在感。你看到呢相关的影片呢，其实高市早苗一反过去日本这些政治人物都比较拘谨的一些动作比较西式像是搂肩啦、握手啦、轻拍手臂像这样子的画面非常的多。那在国内其实也有正反两方的一个评论。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某种程度对于日本现在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制裁，包括旅游，包括一些文化的交流。最新的消息是，上海现在传出来要禁止地偶跟随舞。什么是地偶？地下偶像，或是那种小型的一个演唱会。还有随舞就是街头可能有人放音乐，你就会在那边随之起舞。像这样的行为要禁止日语歌，所以有一些可能对日本文化比较喜欢的上海的一些年轻朋友就会有一点点紧张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大阪的观光局就讲了，因为中日的关系恶化，所以到12月底呢，部分的酒店取消率就是我们说的 hotel这个饭店旅馆取消率已经高达70%了。而另外呢，中日的对立极深，日本的媒体就爆料说，中国人恐怕快速抛售日本的房产，因为过去我们知道，不管台湾人或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置产，还有包括经营民宿的人非常多所以现在有一个日本媒体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出来。奥地利的前总理讲了一段话，他说可以理解中国对日本的情绪，也许不再流血，可是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伤痛到现在都还在。来，请教亮哥怎么看？那个国际政治的矛盾民调是没有意义的啦。泽连斯基民调最高93现在呢
家破人亡，国破，你就看国家传破成这样。2022、2023，泽连斯基民调93% 啊，然后《时代》杂志还选他当 Person of the Year， 有什么用？我跟你讲，中国周边的国家啊，你只要打出反中诉求啊，领导人民调都会上升，包括蔡英文，包括高市早苗，包括小马可仕，还有以前的尹锡悦，还有赖清德也是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没什么啦，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压力嘛，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导致很多产业受到严重的压力，有很多人失业啊。那韩国人是最明显的，韩国现在反中比日本还严重。现在比日本严重，就是因为失业啊。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冲击到最多了就是韩国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没有用啊。重点是国际政治的博弈啊，你要观察几个东西了，你撑得久吗？你能够撑多久啊？比如说你去看 G7 国家，另外那6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站出来支持高市早苗啊，没有。联合国5常没有国家支持高市早苗啊。中国大陆现在摆明了把你上纲到2战后的国际秩序嘛。所以你日本这样基本上是否决了2战后对台湾归属的定位啊，甚至包括这个胜利的成果啦，等等等啊。是，现在他还挑战他的琉球定位。对，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会谈。因为你去看嘛，那个2战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日本是放弃台湾澎湖跟琉球你日本怎么可以在琉球装飞弹基地啊？琉球又不是你的，你怎么能够装飞弹基地呢？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对日本就是外交、经贸还有军事，我认为军事也会慢慢开始，就看你高市早苗能怎么撑住了我跟你讲，那个年轻人都没有用的啦，重点是自民党内部。是不是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你去看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岸田文雄，还有鸠山由纪夫，都反对啊。然后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也反对啊。就看你能不能撑住这个盘啊。金团联，日本的金团联还特别到北京见面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要继续看啦，因为才刚开始有没有可能高市早苗因为看到这个民调非常高，他就觉得他要追求这个民调，他就 hold 在那里，就给他鼓舞。小马可仕也没有改啊，结果菲律宾的经济就一塌糊涂啊，那就看你怎么思考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嘛。菲律宾小马可仕在前2年对抗中国的时候，民调都超过60，现在跌到40几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不是关键重点是你对北京对你的攻势，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啦。比如说中国对菲律宾就非常的，坦白讲也没有出大动作啦，那个破船也没拉走不是吗？对不对？没有拉走嘛。可是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对日本会这么保持这么斯文比如说中国大陆到钓鱼岛那4艘海警船，到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都没有新闻？对，为什么？你认为日本海军船敢去吗？对，就这么简单就不敢去嘛。这个新闻到时候如果被爆出来，那日本怎么办？就他的海警船就是围着钓鱼岛你要怎么样？那接下来我认为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事啦。日本根本没有筹码啦。中国是主导所有的局面，只是要出手到什么程度了。目前的局面就是这样。是，来苑老师。今天中午我跟我们很多哲学系讨论到有关于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有一个观念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在借这个机会在这边再次的表达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事情的的确确它的严重性超越了
日本年轻人的认知，超越了台湾人的认知，甚至于超越了上海那些喜欢搞 cosplay 次元。是什么叫二元二次元的那种，二次元的那些啊，我这个针对这3方面来讲啊，就首先第一个，人民报的警示终身，它叫终身，就是专门针对2008年成立的开始创立的个国际版，它里面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是国际的啊，大陆这个界限分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在台湾不是国际问题，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你都终身不会谈到两岸之间的问题，但是谈到国际，然后这个观念当中呢，这个已经定调了，就是高市早苗呢定调是延续在安倍晋三跟麻生太郎一路上发的，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高市早苗刚刚主持人在问说，那个民调很高，他会不会觉得很好或怎么样的话呢？他自己心里明白，因为事实上有另外一个民调，就问年轻人要不要上战场，这个一下就降到10%以下了，这个是实际上的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因为日本人是非常要面子的，日本人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对大陆的严重性。这个我觉得说这几天我特别看了历史啊，这个历史当中出现的以德报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更不要说是那3500万的冤魂，这没有人接受的啦。啊，这大家当时跟着讲的话呢，目的都不晓得为什么东西。那这个新仇旧恨没算，你知道吗？这个账真的没算。那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说，你这个账不算的话呢，那日本人都不会看得起中国人的。那日本人不看得起中国人的话，台湾人也不会看得起中国人的。就台湾甚至刚刚还出现了居然愿意做生意的人，也不要把你当成朋友的这种奇怪的论调。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大陆的话，刚刚亮哥提到讲说，大陆不可能对菲律宾出手，大陆对台湾出手也要迟疑再迟疑啊，谁都知道原因。但大陆对日本人出手是刚好啊。我现在得到的这个讯息当中的话，我会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所以这个坑是日本人自己挖的，跳下来是自己的。然后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它活埋掉啊？这个东西啊，看看要怎么样了结这个事情。这个答案不可能的。然后接下来谈到。这个里面当中的话呢，日本当中有少部分，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哈。在日本的话呢，这个2次元的这个取消，非常难看的啊，就是演到一半给你关灯啊，叫你走啊，故意的，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滨崎步啊，多红啊，开玩笑。滨崎步自己在14000的场合空的重新表演一遍让你看的，你想要干什么？7天呢？你想要干什么？然后里面是空的，你想要干什么？不是，我就问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鼓动上海的年轻人吗？啊，大陆现在已经定掉了，日本所产生的一切的次文化的代表叫温柔的陷阱，这个会延伸到日企、日本人的学校、日本人的货品，因为这些事情的话呢。大家都提着油来救火啊！说一句良心话，绝大多数人呢，包含我，其实真的对这个事情感觉到非常严重，因为中日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过滤网，就是说你的 identity 上是不是站在中国这边，或是你 identity 上是不是不站在中国这边的话，态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开会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我们系上里面很多的外国籍，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没有这么严重，而且说这个严重性大部分都是 cultivated， 是被制造出来的。我跟他讲说，你完全不了解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历史，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到太多的怨恨没有彻底的清理过。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能够要避免冲突的唯一方法，我觉得时机都过去了，现在剩下的，请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会有战争吗？当然了，会出战吗？当然了。这高市早苗的他这个军事介入台海这个言论呢，我认为他是有战略考量，因为我们来看呢，因为他是想要拉台湾当中日的缓冲区，因为我们看呢，日本跟中国大陆是没有缓冲区的，那是不是找一个？他可能找俄罗斯吗？可能找朝鲜半岛吗？不可能找台湾。为什么我要找呢？急于要找，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军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大陆军力越来越起来，那个日本在停顿的状态，那这样的话，日本在这一方面，要找一个缓冲区哦，要找一个垫背哦，是不是要把台湾拉进来？这想当然尔的问题嘛。那现在，美国在这边扮演的角色呢？因为美国在这边比较，他已经感觉到好像就是要赚日本人的钱，要日本人增加国防预算，要日本人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然后现在美国呢，美国还要对日本科以15%的关税，美国还要
这个将美国驻在日军的这些行管费、行政费要日本来出，都好像日本会感觉到美国好像都在赚日本的钱啊，是这个样啊。而且美国对日本这方面的军事上的支持，并没有以前那么样子，因为美国毕竟在全世界它是全球部署，这个日本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而且美国还要负责欧洲，尤其现在俄乌战争还在打，还没结束，所以美国对日本这方面的在军事上的支持呢是有限度的，而且要大举赚日本的钱，所以日本一看，那这样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啊。那现在呢，在整个军力来看的话，日本会越来越弱。日本现在它24万的这个志愿，我们讲的这自卫队啊，它从24万，它现在也是只有22万，也对它在这招募上面伤脑筋呢，它招募也不顺呢。所以日本在这一方面困难很多。那找个垫背把台湾找进来，那台湾找进来，这会不会对日本来看呢会更安全更多？我认为会不稳定，因为因为造势早苗走的这是一个险棋。台湾未必会受利于日本，因为日本他自己自顾不暇，怎么会帮助台湾？会有这样变成口惠不实，所以我认为台湾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日本在这方面的讲法讲归讲，就跟当初美国对乌克兰的俄乌战争坚若磐石，就现在呢乌克兰变成怎么样了？美国还不是撒手就准备要走了？所以这样我认为高市早苗他这个话语是站在日本的立场，没有站在台湾的立场，我认为这个要非常的谨慎。中国大陆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会攻打日本吗？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 social media 上面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外的账号，包括在 YouTube 上、在 Twitter 上面呢，突然有一个中国军号不断的发这些短影音啊、出海报啊，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把这个军容壮阔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不断的散播出去啊。有人说这种主动设议题、讲故事的路数跟过去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是不是要 do something 呢？另外这个牌也是中国现在在打的吗？我们看到某种程度高市早苗是打了台湾牌，现在中国要打琉球牌了。中国大陆的学者高志凯就说是时候在琉球划线了，因为他认为这个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北纬30度以南都不属于日本领土，那琉球就不属于日本的领土了吗？所以你看到最近中国的大连市旅顺博物馆突然展出了这一幅明喻琉球国王敕那原图在这儿，大家看一下。就是显示过去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嘛这就是它的史实，也为研究琉球历史和日本对其侵略史提供了重要的印证有很多很多的事证，很多很多的手段跟工具。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民间的部分琉球的史实有一些博主就是像 YouTuber 是中国大陆的 B 站他放了一些影片，这影片我上去看了，拍的真的很不错叫一念琉球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中间其实讲述了琉球在战争过后，其实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这位先生他叫巨志坚龙松他是一个志愿者，就是搜集这些遗骨，因为这个地方过去其实很悲惨很多人死那他在访问中其实透露了一段叙事那这个访问者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为什么去搜集这些遗骨呢？他说如果在战争中被杀害的人能够说话的话，我觉得会说想回到母亲身边，因为这些人最后说的话是妈妈，并不是什么天皇陛下万岁那个地方有人集体自决就是自强。这件事情其实这些历史也慢慢一块一块的被拼凑出来。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Okinawa 冲绳这个地方过去呢美军基地有很多的争议，那有一些居民也不认同自己可能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我们看到冲绳年轻人其实有一些自我的认同，包括这些人他们在 YouTube 上面会拍影片嘛说我来自琉球省，不属于日本，不叫冲绳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自我的认定。而另外我们看到菲律宾跟日本现在联合在南海举行第3次的海上合作活动，这到底是这个有某种程度的示威吗？那包括共同社的报道是说日本已经和菲律宾商讨出口03式的防空飞弹。
这个有一个重点哦，日本武器出口啊，本来是被禁止的哦，那现在要解禁日本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先例了吗？哦，这些动作其实点点滴滴哦，大家都可以看到政府的企图心。那另外呢，菲律宾的反腐示威扩大，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段画面。这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街头，因为啊有一个防洪工程爆出了弊案。那大概是新台币644亿元这么多，那民众很生气啊，他们上街头怒吼说这个防洪的这个弊案哦，就是你去建造这些防洪的相关的工程，可是很多都被贪腐的官员给拿走了，他们非常生气，要求小马可仕下台负责。所以你看到呢，街头上出现了很多反小马可仕的这样子的一个标语跟图像，而另外呢，你看到这个民怨啊，不断的在扩大中，小马可仕内忧外患会被推翻吗？他现在他的民调已经低到18%，刚才亮哥说还有40%，可是现在已经到这个18%哦，他已经降了这个跌了18%哦，他的信任度跌到43%，对，本来60%，支持率啦，支持率只有18%，信任度是43%，这个差距蛮大的。好，这个也是他上任之后最低的一个区间这个最低的民调。来，亮哥，琉球大家都知道，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军交给美国代管嘛，那主权未定，那美国代管就看是不是要交给联合国或者当地的老百姓决定未来。结果美国就在1972年私相授受，把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政府。这个动作也是违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同盟军的同意。那更不要讲主权问题啊。所以中国大陆是很容易翻这个案的啦，因为日本是1875年占领了琉球嘛。之前琉球跟中国有1000年的关系啊，就反属嘛。而且有很多，比如说福州人啊，移民到这个地方，对福州人，那产生了混血啊，或者根本就是福州人。而且我跟你讲，冲绳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这个美国跟日本在冲绳那个决战啊，日军大概只死了9万人，琉球人有人估计最高死15万人，那至少是死10万人，比你的日军还多。对，两个加起来老百姓，就是冲绳的居民。所以他们从头就反对美军在那边设基地啊。可是你知道琉球群岛的位置嘛？它就是日本的西南诸岛，刚好就是散成一片，刚好作为第一岛链要进第二岛链，可以作为一个拦阻线啊，所以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啊。所以美军有2/3在琉球，事实上美军在整个日本有35000啊，在琉球就2万多人，好多，所以这个是根本性的啊。那琉球的老百姓就是要求美军基地要撤走嘛，大概经过了50-60年的斗争啊，现在也还在斗争啊。那至于它的归属问题，我讲白了啦，因为过去中国太弱了，所以没有能力提出这个问题嘛。对。那你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的位置就刚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那个交界地方啊，那你日本现在要搞一个西南转移的战略嘛，就极右翼，高市就是这种想法，就说我到造成中日冲突，那到时候都来打琉球这条线，那不会伤到我日本本岛，伤的都是你美军跟这个琉球群岛的老百姓，那就我日本就有机会要求正常化，要军事化啊，这个就是极右翼的一厢情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啦。你以为美军那么呆啊？而且以目前中国大陆的军力，如果真的发生日中冲突，他就直接打东京，他为什么要打琉球呢？开玩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极右翼莫名其妙，一直认为中国是10年前的中国。中国大陆现在绝对不是这样思考的。你真的跟我对干起来，我就直接打日本本土啊。我干嘛打琉球？是，就是高市的剧本，可是跟现实差很大。我们进一下广告。对啊，
我正要讲的，我正要讲安室奈美惠。好，现在琉球到底居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中国大陆在打琉球牌了吗？来请教老师。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啊，因为台湾人都很想当日本人啊，结果搞了半天琉球人的话呢，居然出现说不要当日本人这种讯息啊。其实它这个过程很像，但是有一点非常不一样，我在这边特别强调出来，琉球是地位未定论的，大家搞清楚啊，台湾没有地位未定论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啊，因为台湾本身有这个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啊，那琉球本身来讲的话呢，刚刚讲1975年美国就是18751875年占领，然后1972年的私相授受啊，琉球的本身的合法性地位在这边呐，琉球人本身我老早就知道啊，以前很红的安室奈美惠啊，就是这个琉球人呐，对，那琉球人出很多拳手，人非常凶悍的，他们跟台湾人比较相像啊，跟日本人其实还不一定一样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强调。日本人的话，军国主义的思想就是会叫所有的人都是什么啊？就是他这边讲的什么天皇陛下万岁，对啊，没有这回事。琉球人遇到3大创伤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灭国之痛就是第一个。那个玉成当年的时候跑到北京去，那边有琉球的这个公墓啊，对不对？对啊，在河北那边呐。然后第二点的话呢，20大战刚刚亮哥提到了，20大战琉球的老百姓死了10几万人呢。严格来讲的话，基本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人呐，但是琉球人跟着就不准投降，日本军人在里面，琉球的老百姓就死得非常惨了。那当然更不要说琉球的军人了。那第3件事情呢，一个来75%以上的美军都住在琉球啊。我跟你讲，这个坏事干尽，通通受到治外法权，抓到以后马上坐飞机就走了啊，坐飞机就跑掉了啊，就没事。所以琉球人长期来讲的话呢，我简直是我看到个记录，我都不敢相信真的，就是光那种对女性的侮辱的案的话呢，1年超过几百件。几乎天天发生，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大家要了解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3个因素的话呢，使得琉球人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要讲说琉球人都想当琉球人或不想当日本人，但是首先第一点，日本人的确是对琉球人有异样的眼光；第二点，日本人就不承认琉球人是原住民。然后第3点的话，琉球人现在自己的灵魂被唤醒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小女生，她们讲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是琉球人。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稍微提一句啊，小马可是惨了。小马惨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他那个防洪弊案里面，为什么每天都有60几万人上街头游行啊？已经搞了好久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把那个防洪的工程都包给自己的亲戚啊，就发现他跑不了关系。另外的话呢，这几天的话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吉尔迪的啊，这个人的话呢，用实名举证说小马可是收汇款几亿。哇塞，几百亿披索吧，这个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大家要了解这个是小马可斯本身来讲，他很麻烦，他干到2028年，现在的情况非常不行啊，非常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菲律宾要替美国做什么事，是或者跟什么日本什么联合安保什么都没有用，他自己菲律宾大乱。对，菲律宾现在民怨冲天。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严庭将军。我们看这个琉球啊，从1872年的时候被日本并吞，到现在为止150年了。我认为这个在琉球上面要打法律战哦，其实蛮困难的。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要得到国际的支持，这个才是一个实体的力量。因为并吞150年了，毕竟里面的政治生态啊，已经慢慢变成日本的实控。由表面的控制已深入到内部，所以现在这个琉球啊，59%是反对独立，那25%是赞成独立。他们有做那样的survey，对，他们有做调查。OK， 因为琉球的体量小，它才5400平方公里嘛，人口才155万，太少了，它需要国际对它的资源。那国际对它的资源、对它的支持有限，那就要怎么产生？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他们稍微担保。第3个，琉球有美国的大量驻军，那驻军进去会影响到当地的政治，那琉球也变成它的自主性又减少了。为什么？美国大量驻军在这个地方啊。那第4个呢？那现在日本在武装化琉球。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前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全志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国内的热门话题：高雄要变天了吗？柯志恩紧咬赖瑞荣，差距2%而已哦，这是在政府的误差范围之内。而另外，我们看到3位其他民进党的潜在人选，通通输给柯志恩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民调中透露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您看到冈山美浓支持柯志恩的比例提高6%，现在已经到达了42%哦。支持赖瑞荣的比例下滑8%哦，这个有可能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盗采砂石滥倒废弃物还有这个大峡谷相关的丑闻有关。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现在锁定这2个人，柯志恩跟赖瑞荣他们2个人谁在每一个这个年龄层上面谁拿到的支持率比较高呢？我们看到年轻世代20岁左右的20岁到29岁，他是这个支持赖的比例比较高，30到49岁青壮年的支持这个赖瑞荣的比例在40%，支持柯志恩也40%，大概是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这个态势。而另外呢，50到59岁以及60岁以上支持柯志恩的比例都高赖瑞荣可是呢有一点点下降减少5%，这是柯志恩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上报在2天前也公布了一项民调，一模一样那样的民调，可是支持度跟我们 TVBS 公布的差非常多。上报公布的民调民进党的4位的候选人通通赢过柯志恩，而且领先的幅度是30%起跳所以大家就可以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一个民调可能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另外我们看到前总统陈水扁他特别讲一件事，他说2026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他认为会由蓝绿的版图有一个大大的翻转。他认为赖清德是最会打破魔咒的总统。陈水扁看好赖清德，可是我们来看看呢，这个黄伟汉他是这样讲，他说如果这个指标用蓝跟绿的指标来看的话现在5个由民进党来执政的这个县市，只要失掉任何一个地方，赖清德就重伤。哪5绿呢？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任何一都失掉的话，赖清德就重伤。那5个这个蓝营执政的县市，宜兰、新竹、彰化、台东、云林，如果郑丽文失掉一个也重伤所以来看看这个指标，当然未来我们可以大家来印证看看。另外陈其迈现在民调变得非常高，是不是有可能跟演唱会经济有关呢？看起来是的陈其迈的市政满意度创新高，来到了65%，不满意度其实也创新高，可是呢只有20几%。我们看到呢，包括赖总统他的不满意度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了半数可见这个在民进党内部各个leader 各个头人其实也在暗中的较劲，大家都可以来比较看看，包括现在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一般人到底怎么看对岸，怎么看大陆呢？我们看到把对岸当成生意伙伴的大概有37%，把对岸当成敌人的有16.9%，把对岸当成朋友的是13.6%虽然赖总统已经说了对岸是境外的敌对势力，可是真正这样想的大概不到17%选生意伙伴的人变多，因为美丽岛是长期在做的嘛选对岸是敌人的人现在看起来变少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可能民众对于两岸的关系有一点点这个奇妙的这个各种的一个变化。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彭博社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现在正计划这个从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方案里头，他拿到了一个教训，或拿到了一个这个启发，有可能川普这个北京会跟川普提出28点的台湾方案，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的专栏的一个文章，有可能吗？来请教亮哥。彭博那个 Vasmani 的文章就不要参考了，印度裔的，然后他每次都写错我基本上是这样认为啦，就是其实国民党有几个县市其实是充满危机的啦。比如说彰化，黄秀芳很强嘉义
王美惠也很强啊，宜兰林国章也很强啊，所以我是不同意黄伟汉那种看法啦。大家还是看六都啦，其他边缘的不重要啦。调一个屏东会死人哦，不可能啊！屏东跟澎湖算什么啊？很有可能会输哦。你说绿的，因为周春米做的不怎么样啊。那如果整合，你不要忘了，上次周春米是拿到周点论系统的票，周点论这次一定回归国民党的啦。所以我跟你讲，他一不小心就落选了，哦，澎湖也一样啦。可是那个不重要啦，最重要还是六都啦。所以你认为指标就只看六就都，只有六都啦，哦，那陈其迈那个民调也不重要啦，卢秀燕民调也回到60啊，大家都在回嘛，那我也可以说卢秀燕度过了那个危机啊，对不对？那这哪有什么演唱会效应？没有，大家都回来，哦，那陈其迈本来就在排头在前面嘛。可是他这样会不会功高震主啊？不会啦，风头压过赖清德？不会啊，不会，因为赖清德不会把时间放在高雄啊，他会把时间放在台南呐。OK， 哇，因为台南如果真的掉了，那我看赖清德党主席不可能不辞了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啊，说他会到最后阶段决定转向陈亭妃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大转向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看都还太早了，因为这个 T 台的民调柯志恩蛮高的哈，蛮高的啊，对啊，你看跟赖瑞隆才差2%耶，可是我是高雄人，我们高雄在看民调 ，T 台都要做一点调整，这样，因为高雄真的蛮绿的，蛮绿的。可是上报的更夸张啊，上报那个根本没有人采信啊，那个根本连民进党内部都说是某候选人做的啦，我就不讲了，不然怎么突然变成这么高呢？对啊，因为这个压倒性的，那柯志恩就不用选啦，就压倒性。我跟你讲 ，T 台是长期做，对，赖瑞隆都是第一，对不对？对，这个才是对的啦。我认为柯志恩当然很希望是邱意莹啊，因为这样子比较有新闻，那能够有新闻比较好选。对柯志恩这样的人，因为他是属于比较可以在文宣上得分的人。那如果是赖瑞隆这一种叫白开水、鸭子划水，这个柯志恩就比较累了啊。那个组织盘就会蛮重要的啊。那陈其迈没得选，他一定要支持赖清德支持的人啊，因为他如果没有赢，那行政院长就没了。所以他是非认真不可啊。这个倒没什么啦。那赖清德为什么以台南为主？因为台南没有陈其迈啊，台南的市长太弱啊，需要他自己操盘啊。其实这一次真的赖清德他们有谨慎排了几个地方嘛，那国民党的盘其实不够强，所以其实郑丽文要小心啊。我认为彰化、嘉义市还有宜兰，其实国民党都蛮危险的。蓝白合也没办法吗？不一定会赢，也不一定会，不一定会赢，要合也有相当难度，也有相当难度啊。那王美惠真的非常的强，非常的强啊。那黄秀芳，当然了，民进党内部也有杂音啦，可是就是国民党没有很强的候选人，即便是谢依凤或谢点玲都没有非常强，所以其实会有变数的啦。那我认为最后，如果说北桃跟南高都没有变最后还是决战中台湾，就是台中、彰化。彰化，彰化跟台中，那台中当然江启臣跟这个杨琼英要搞定了，因为核心群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啦。可是彰化不是这样，所以有可能国民党还是赢啊，因为坦白说了，那这里面唯一的变数就是新北了，我认为民进党会不择手段用司法手段了。我跟你讲，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啊，说2026到2028会有8个人被抓了，
你就等着看吧。这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包括县市长跟国民党立委，现任的县市长对，跟国民党立委，反正就是司法手段了。所以我跟你讲，民进党除了搞抗中保台之外，就是司法手段了。你就等着看吧。那这个不会现在就开始了，哦它会比较接近的时候才开始，OK。啊。所以2026刚刚这个亮哥有特别提到新北市民进党急欲拿回来，当然了，那你暗示这个地方可能有司即法的手段会出来。南高输一个，拿到新北都算赢，对不对？新北人口都多少啊？对不对？如果拿回新北是大胜利，大胜啊，当然算大胜啊。哦，少了一个台南也无所谓啊。哦，好，这个亮哥今天给我们这个亮了一盏明灯哦，大家就拭目以待，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不乐见。如果把司法拿来做武器，那真的是不行啊。老师，我刚刚听到亮哥讲到最后一句话，我愣了，我是还好，他讲的是现任的立法委员与县长，不会是讲现任的教授哈，吓坏了。老师有担心一下吗？废话，那么你这种你讲到司法当中，在这样的社会下，当然人人自危了。亮哥讲这种话本身来讲也有麻烦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嘛，这个司法可以无限上纲啊。什么叫无限上纲？哲学问题啊。我这边呢，我要强调一下哈，这里面这个做了一个调查哈，就是说请大家，就是这是美丽岛的民调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是那个，也算是说是比较中立。这里面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问题是要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民调的结果啊，是生意伙伴，强调大陆是生意伙伴37.4%，啊，那敌人的话呢16.9%，啊，那朋友13.6%。啊，那我自己很难理解，就是说，生意伙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这个跟我理解的台湾人的这种商业化的精神不一样。我认为台湾人做生意的话，都是要喝酒啦，要一起这个什么上什么 KTV 唱歌啦，或者说到夜总会什么的。那最主要的话呢，就是说你不会跟你的敌人做生意，你大部分都跟朋友。所以我感觉上你这边讲的话很好。所以第一个话呢，就是说。啊，这个这个是就是全台仅16%人视中国为敌人，就表这个数字，这个符合了我的初步的印象。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现象，就是说，这个调查当中有将近30%的人没有表达意见啊，是不在乎呢，还是不晓得该怎么选择啊？因为确实就我所认知呢，就是我今天还跟我们的学生在聊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因为我们学生就不做生意嘛，他们基本上把大陆当成敌人跟当成朋友，我觉得可能当成敌人的在年轻人当中更少。啊，可能更少。那当成朋友的未必很多，但是基本上敌人跟朋友必须要做选择，那极有可能就不选了啊。所以这为什么有这个30%的人，30%人就不直接做表态？然后第3个的话呢，最重要的时候呢，是我们在做这个民调，在做这个诉求的时候呢，有没有人想到？像我们这个节目，大陆有很多人喜欢翻墙看啊什么的。当他们知道这个调查结果，刚刚亮哥讲那些事情的话呢，大部分有没有想过，大陆听到以后，感觉上会不会是凉了半截了啊？感觉上说，哎呀，无望啊，对不对？你刚刚讲到说是国民党吃紧啊，民进党的话呢，大大小小的计算啊，还有司法工具啊，还有这些东西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因为大家心里要非常了解，就是说你看台湾，不单是要从两岸关系来看，你要从国际的关系整个角度来看。那么讲到国际呢，就讲到这个彭博这边的观点哈。我觉得说我要仔细看一下，就是说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瓦斯瓦尼这个讲的，在彭博讲的话，他可能他的立场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但是这里面的题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就是中共紧盯美版啊，这个俄乌计划，就是说28条。那如果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那瓦斯瓦尼讲的话，这是一个启发啊，这是个 inspiration， 就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有没有可能达成这种方式的和平方案？虽然啊，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评论，就是说呢，这个川普逼着乌克兰接受这个28条，后来随便他改成多少条以后，但是今天的立场来讲的话呢，普丁也很强硬。
普京非常强硬的不说的话呢，泽连斯基到乌克兰人呢也都非常强硬，但是呢又不得不接受，因为他们祭出司法工具嘛，就是查你有没有贪污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要了解这种可能性的话呢，基本上那如果说是，当然最好不要了，但是一旦要的话呢，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讲的是一种可能性了。是，来请教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呢，生意伙伴占37.4%，然后敌意的是16.9%，大概就是17%，还有一个就是朋友的13.6%。我认为这样子来看的话，一般来看就是这种敌意并没有升高，并没有学习升高，反而是走向一个这种和平氛围的互动。我们来看，我拥有3个指标。第一个是两岸的贸易，因为两岸的贸易现在非常活络。台湾最大的这个贸易的对象是中国大陆，不是美国，也不是其他国家，既然是中国大陆。然后现在美国对台湾呢实施关税的这种调高，算是东北亚最高，对日本、韩国各15%的关税，但对台湾是20%。那这样的话，那个美国对台湾的这种敌意的关税，那台湾当然会对美国的印象不好，反而转向中国大陆。我认为会有这种移情的、这种移动的这种现象。那美国除了20%，还有叠加关税，又要台湾大举到美国投资，又要台湾去买非常多的美国的这些我们讲的军售。那这样的话，美国都在赚台湾的钱啊，那台湾赚中国大陆的钱啊，那不一样。那台湾赚中国大陆的钱，我们知道这个赚钱的、付钱的，他就是比较来的善意。那我们是被美国在那边剥削，所以台湾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这样子一看的话，中国大陆好像就对台湾受惠于的比较多哦，是这个状况。第二个，我们来看，那现在我们从2024年，现在2025年，这个两岸的贸易是多少呢？是总共我们台湾顺差对中国大陆说，就算中国赚中国大陆钱赚了178亿美元，或者我们对中国大陆是贸易出超，贸易出超就是享受的顺差。那对美国呢？那现在美国以前也是对美国贸易顺差，但是美国现在作为贸易报复，又有时候还会记301的条款，让台湾在这方面有所紧张。还有台积电的技术、台积电的资金，还有台积电的技术要过去了。那换句话说，台湾这样子看，好像美国对台湾这一方面是有所奢求、有所取、有所控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那我们讲的观光客，这个台湾现在对到大陆去观光都限制，很多限制都不鼓励，不能出团，只能个别。那变成好像这边的旅行社就过去那边到大陆他们去集合，变成这个状况。然后这个去年的观光客280万人，换句话说，好像为什么会这样子过去？换句话说，这些很多的观光客喜欢以大陆为对象，换句话说，这也是善意的表征。所以我就认为，那这样子从这3个指标来看的话，台湾对中国大陆好像在善意上面是有所正成长。是从民调上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哦。